束状不放样长不大，放样过度容易产生变形，还是要经常的关注它。这就是一颗长变形的对接贝蜡。这些根已经缠绕在一起，放在水中泡一下。见这个小水池发挥的作用大，水帘可以净化水，水中可以养鱼，而且这种水浇盆景效果是比较好的。泡好了，把根洗干净，看看生长情况。这盆根已形成上下两层，基部随着根的生长已经开始膨大。这是装出来培育，或者是买下层装时最想得到的。下面的根都剪掉，只把基部外缘的根留下。盆景的根除了吸收养分，作为盆景的主要组成部分，更要有突出的表现力。剪掉底部中间的根，增加外缘根的吸收能力，可以加快根的增出。这个铝线是当初荷载式绑扎的，已经全部嵌进去了。像这种情况就不要把铝线摘出来，那样会形成皮层的防切，影响束桩的重合，把它剪掉就可以。这3棵树已经完全愈合，长在一起。对接贝蜡根部愈合的时间比较长，这一盆大约1年左右。按3杆继续培育，把杆之间的距离调整好，然后再进行定枝。多杆树桩的定枝与单杆有所不同，像多杆内部生长的枝不可多留，尤其是像这种强势枝。拐点的枝不要留，在上一期视频特别提到了拐点留枝的失误。对其他枝修剪前，先要确定好树势的方向，这样才能确定出枝的主体朝向。这个树桩这边为让，这个方向为真。真的方向也就是树势方向，是出枝的强势面。对称枝的去留要优先考虑树势方向的枝，像这个对称枝，真让的出枝点都好，把让方向的枝剪掉。对整个树干的对称枝，要按照不同出枝的方向交错留枝。整个出枝呈立体状，要避免2倍出枝。这些已经膨大变形的节点要修剪好，形成愈合。出枝定位好，再把杆定好，副杆要向前倾斜，从这个直接开口拉弯，朝这个方向。
锯开的 V 字形大小就是蜡碗的角度。在家电里，直到锯口完全吻合。在进行蜡碗时，这个背面的皮层出现破损，要停止操作，胶带把它扎紧，防止水进入。到这一步，这个树桩就基本定好型。在上盆进行控氧，盆不要太大。对接摆蜡在成型过程中，大部分时间是在控氧中进行，主要是防止枝条增出过快，过度产生变形。把枝条的方向调整好。整个出枝形成错落。对树桩的放养不是放而不管，凡是让定好的枝干任其生长，管是控制它们不生长过头，不产生变形。像对接摆蜡这种树，接生芽、对生枝，尤其是顶端生长优势明显，在培育过程中一定要重剪加控养，由这个枝做顶，再培育几年。我是山泉龙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